瑞德，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权力岌岌可危。我们看到伊朗也被美国端掉，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俄罗斯已经深陷这个俄乌战争里面。这邪恶轴心国里面只有一个人非常清晰，人间清醒只有他，叫做金正恩。为什么？来，导播，我们看到那一段画面，这段画面是什么？他竟然在出席这个美日北韩的报道当中。他出席了相关的艺文演出当中，这是大荧幕投放出金正恩抚摸着战死北韩士兵的棺木的画面。这一摸，我们才知道，原来金正恩满脑子都只有钱吗？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一次美国 B2 的逆中战机呢，丢了14枚的这个钻地弹，丢到伊朗，把这个相关的核设施给炸掉呢。我最佩服的人不是美国，我最佩服的人是金正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第一个发表相关言论的看法的是金正恩，对，但是他讲的跟钻地弹都没有关系。他说他宣布，北韩从现在开始呢，全力发展经济，意思就是核子试爆这些都暂时不碰了。全力发展经济。我请问各位，美国丢了14枚的钻地弹呢，直接你看，我们只看到那个地表上面只有一个洞，对不对？6个洞下去以后，炸得一塌糊涂啊！那我问你啊，那么最怕被这个的说就算躲在地底下，最怕被暗杀的，在平壤的人是谁啊？不就金正恩吗？所以金正恩第一时间立刻宣布，他对核子呢，那么暂停核子的相关的这个措施，全力发展北韩经济。不过，那么金正恩讲的倒没有错，他如果去参加演戏的话，应该是可以得到最佳一个影帝奖。为什么？北韩的士兵回来，他们的棺木回来了。那么上面呢披上了北韩的相关的国旗等等啊，金正恩就让他们的媒体呢拍摄他一个人呢抚着手轻抚的相关的士兵的棺木，甚至于有时候呢轻抚的不够，还要把脸靠近他的棺木干什么呢？他伤悲啊，他非常的悲愤呐。他舍不得他的士兵，北韩的士兵啊，那么就这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但是这些你们要发现，在播放的时候，北韩的民众大家都在哭泣呀。对，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北韩英雄。他是谁的北韩英雄？他是北韩劳动党的英雄。所以金正恩说，他们是我们北韩的楷模。金正恩真正要讲的是，我才是所有北韩里面英雄中的英雄。为什么？因为他为了我，为了劳动党，为了北韩，愿意去攻打这个的乌克兰。他后面讲的是美帝啊，为什么？因为乌克兰就美国这个把他们的军费呢跟相关的武器给他们嘛。他用这样的一个包装，让整个北韩哇，大家觉得金正恩真是了不起，这些士兵的牺牲是值得的。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当我们大家还有包括西方媒体开始在讲那个金正恩派北韩那个特种部队去的时候，北韩连讲都不讲，他说没有，提都不提，没有这件事情。对，一开始我们看到很多的画面是北韩的士兵遇到乌克兰派来的这个无人机呢，那么拍摄他们再把他们给炸死那种慌张惊慌失措的画面，那时候北韩都不承认。但是当他们的军队，因为他源源不断的一批一批的派。最后派了超过15000多名的北韩的这个相关特战部队去了以后呢，配合俄罗斯，结果在库斯克他们开始反攻了以后，反攻成功了以后，这时候就开始大举的那么宣扬北韩的特种部队有多强，然后最后你看刚刚讲的那个金正恩不是抚棺痛哭吗？抚棺之外，还特别摸着那位牺牲自己生命的北韩的士兵的用鲜血写的日记。把所有的宣传全部达到了最高顶点呐！对，你看他厉不厉害？那我们都误会了，我们都误以为说，北韩这1万多个人去1个月那个6到7万等等，牺牲生命的话呢，那有更高的抚恤金，好像是靠这个然后获取大量的资金嘛。我们都误会了，错了。原来你知道，单这些付出。没想到竟然是一个高达新台币6680亿这么庞大资源的一个军援案，是什么？6680亿。不好意思刚刚讲的这15000名的北韩的特种部队，他们的薪水虽然高，但怎么加都不可能那么高。为什么？那只是一个沙巴。其实这6680亿里面，绝大多数是什么？这里面的6680亿里面呢，绝大多数是152公里的榴弹炮。绝大多数是，那么包括这个相关的弹道飞弹、火箭弹炮弹等等，都是这些东西那金正恩很聪明，他把这些炮弹都报最贵的，
他把它金额报最贵的。那俄罗斯也很聪明，俄罗斯就把它被抵制卖不掉的，比如说1桶本来可以卖70、80块美元的石油嘛。然后他大概打个7、8折，卖个60块、50块、60块美元呐、然后在联合国禁运石油情况下呢，他就源源不断的输到这个北韩去。这样听起来，金正恩已经变成俄罗斯的军火商哎，瑞德，这样听起来，金正恩也太聪明了，人家在打仗，他发大财，拿一堆技术。而且今天我们看到美国联邦学 FBI 还发布一张通缉令，这4个人是什么？都是北韩人。他们发现北韩人厉害喽，竟然冒用美国人身份，大赚了新台币好几亿耶！没有错，最近美国 FBI 发布了一个通缉令，对，那么主要就是通缉包括这个等于说北韩呢在内的几个骇客啊，结果你做梦都想不到，他用合法的手段赚非法的钱。什么意思？手段赚非法的钱，合法的手段赚非法的钱，因为是不是在疫情期间，从2001年开始，疫情期间大家都流行在远距离工作嘛？对。但是看的是你的工作能力，不是你有没有来到班，对不对？结果呢，美国的一些世界前500大的高科技公司那对外征才。对外征才征的人很多呢，都是那种电脑高手什么的高手嘛。结果有美国人，听清楚美国人来应征然后美国人来应征以后录取了。然后这些人还帮他们管理，包括加密货币，包括各式各样的高科技的相关的网络的东西，管理得很好，然后薪水都很高一年都非常高的薪水等等啊。过了疫情期间这么多年了以后呢，美国 FBI 发现他们都是北韩人，都是北韩人，他怎么弄的？他不是网络高手吗？对，所以他们发现，FBI 发现他们竟然利用那么少数的美国在一些州里面不是有那个农场有没有？农场的主人跟他们合作，变成他们的跳板，大概是拿人家一点钱，然后呢就变成一个中继站那个概念啦。用假身份，用真美国人假身份的方式呢去应征 OK， 为什么？因为 OK， 因为他们很厉害，他们网络真的太厉害了，所以呢去应征这些高阶主管的这个职务都 OK。然后呢这些年来也弄得非常 OK， 所以呢这些公司都不疑有诈。一直到人家FBI 登门上来以后，才发现我们的这个员工竟然是北韩的特务、北韩的骇客。对，他们总共目前为止知道至少用这种方式捞走了1亿4000多万的这个新台币。后面的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竟然有用这样的方式，本来要他们管理这个虚拟货币，对不对？竟然有人偷偷用这种方式挪走了大概100万美元的虚拟货币。你就知道北韩为了赚钱，什么花招都使得出来啊！玉凤刚刚讲金正恩非常会赚钱，在台湾有个人非常会赚钱，就他，这是谁？在网络上很红，叫仙塔律师。他现在被查出什么？他平均1年至少接案30件。结果怎么样？长得漂漂亮亮，结果现在大出事、大翻车了。好，现在网络上面你一定要拍短影音，也就是所谓的小影片。然后这个律师呢，他非常非常的有名，他叫 Santana， 但是呢，他叫仙塔，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大家3个音节不好念，那你就把 Santana 改成 Santa。仙塔律师，然后呢，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网红律师你看随便他的一个贴文都是10几万的观看，然后呢，还有22万的 IG 的一个追踪。结果你知道吗？他以前呢还考上过什么街头艺人，然后呢，他后来又3年前又考上律师资格。你看看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又有才艺，甚至有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她身上有恰里有刺青的，有刺青所以呢，过去来讲的话，大家都觉得说你律师就是一个怎么样比较严肃的，但是没有，他常常会拍一些短影音，然后告诉大家。人家讲有些是科普，它是法普，就让你知道一些法律的一个常识。那其中有一个影片呢是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呢是怎样呢？他就说呢，他现在呢要干嘛？要准备要去帮一个加重诈欺的被告来陪诊，结果他就考碎自己，然后有点像自嘲的意思说，哎呦，我终于你看，这就是所谓的黑律师。然后呢，他的影片短影片上面写说，你看还加上了一个栅栏，康康康。他说我终究是要进去关的，还是要大家怎么样准备好100万的保释金要去保释他。对你知道这影片，大家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哈哈哈，觉得好有趣因为他是在自嘲嘛。那没有想到一语成谶，他昨天就被抓了，真的出事了。台北地检署发动一个专案，抓谁呢？抓就是这些网红律师，然后呢，一个一个带进来，然后你仔细看他手上面不是有个外套包着吗？我在猜啦，可能就是已经上铐了。那你想想看，一个律师，然后呢，怎么会做到这个样子呢？我们来算一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网红律师他之前有帮一个
做诈骗的人一个辩护。那你想想看嘛，你律师你可以选择被害那个辩护人吗？你辩护人没有办法选择委托人嘛？那没有问题。可是呢，当他在辩护的时候呢，在被台北地检署查出来说你是不是逾越了你一个辩护人的一个身份，跟你该做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诈骗集团被抓的时候呢，他们最怕什么？他最怕钱不见。为什么？因为你终究要进去关的，可是你重点就是你关完之后钱还在不在？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这个被告就跟他的律师讲，就是跟网红律师讲说，我现在有一台 BMW X6，如果被查扣了，那怎么办？没有想到。网红律师竟然很快速的来帮他处理车辆的一个买卖，对，结果找到了一个诚信男子，然后呢，当天就处理掉了。什么意思？你的车赶快来过户到我这里，然后呢，我再把你给卖掉，马上就脱产了。对，处理掉之后呢，那被害人能够得到什么？什么都没有得到了。那这些钱是不是诚信男子他会先处理好？那处理好之后呢，是不是等到案件结束之后你再拿出来？因此呢，北检觉得说你这个地方你有泄密，然后呢，你有灭证，还有洗钱罪，就把它给处理掉了。然后在其中呢，包括另外2个律师，一个呢是他这个被告的新男友的律师，然后呢，跟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处理车辆的律师呢，全部都中了。那中了的话，仙塔律师70万交保，然后呢，赵信律师50万交保，蔡信律师10万交保。那大家就想说，如果你好好的做律师，你有需要做到这个样子吗？你想想看，以他的角度来说的话，李怡婷，我们讲的仙塔律师，你知道吗？3年前正式成为律师，以现在来说的话，判决有几件？有89件。那89件是什么意思？大概3年来平均1年就有30件。那你30件，你一案把它算30万好了，有大案有小案嘛，你乘起来就900万呢。他在网络上面每一次都有一句话作为他影片的 ending， 每日一 po 买下律师楼，什么意思？我就是要靠我的专业，我的努力，我每天就是来把这些法谱来告诉大家，然后呢，我拿了很多的案件，拿到案件我赚了钱之后，我要买下律师楼，每日一 po 直到买下律师楼。如果以这种算法来讲，你要买下律师楼容不容易？不难吧？真的有机会1年300万，而且你慢慢的起飞。可是呢，现在来说的话，赚钱是不是有点稍微慢了一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律师栽在这个诈骗集团手上？过去来讲的话，很多的大律师其实也都中了。我们刚才讲的仙塔律师你看3年，然后呢跟诈骗集团走在一起，然后呢这常相传，这个我们之前也传过也讨论过，他也是跟律师，也是跟诈骗集团走在一起。不过呢，因为他的状况比较特别，就最后他竟然缓刑。然后呢，另外一个律师，也跟地球村的案件有关系。很多的律师前辈就出来讲了嘛，你看现在的年轻律师到底怎么了？好，然后还有人讲说，你看仙塔的大胆作风在传的我们要先讲这是脆上面网友讲的包括前面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律师全部都中，还有另外郑宏威，他是用什么？用通灵律师团。这个是诈团的军师，然后呢，下面他的小的律师全部跟着他，所以呢，你要想想看，如果你好好的做律师，你可以赚那么多钱，问题是你可能要做10年、20年才会赚那么多钱。如果你跟诈骗集团走在一起，你是不是很快就可以赚到这么多钱？所以呢，有人就算过过去来讲的话，有人在2023年的时候呢，算过说大概1年台湾被诈骗90亿元。对，90亿元，你想想看，律师费只要拿出1/10，1成，你就可以赚到9亿元9亿元大家分，那不是赚很多钱吗？可是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现在90亿元 ，no， 这是23年的事情，24年的时候呢，大概它的诈骗的产值已经到500亿元。500亿今年25年的话，告诉大家1000亿。1000亿，台湾25年大概全台湾的人民会被诈骗1000亿元，所以你想想看，你如果慢慢做，你要做10年、20年，但是如果你快做，你要去捞快钱，你跟诈团走在一起，那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把这钱赚起来？问题是风险在手啊，你如果被抓的话，那你大概什么都没有得赚的。可是呢，你仔细去算一下不管你做诈团的哪个角色，你需不需要律师？需要，你一定需要律师的嘛？你只要你去领 ATM， 你肯定被抓，这只是时间跟频率的问题而已。你倒霉一点的，搞不好第一趟就被抓了。你就算你一整年来都捞到了，都没问题了，你可能最后12月31号你被抓，那你被抓的话，诈团的人大概要4万块，车手要4万块。可是呢，如果你是中间机房的，大概要做到40万。如果你是金主等级的，可能一场
赔400人家万就要400万。所以呢，你说现在来讲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码，而诈骗集团有的这种就是钱，所以呢，他们砸钱花律师是不手软，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些律师的这些律师法第34条，你不可以违背律师职务的义务，都给忘光了，所以呢，被抓去关。很有可能下一个就是律师了。郑凤，我们这样听下来真的是毛骨悚然。为什么？他说今年可能会到了1000亿。好，这其中一个。第二是什么？他这1000亿里面，他要花多少钱去养这些律师？他说1年将近4亿元。4亿元什么概念？我刚刚讲一个最小咖的4万，大咖的赔真一个就400万。这也是为什么怪了这些律师们好好的，你去当诈团律师，去帮黑帮来处理事情。这个当诈团律师。为什么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哈，刚玉峰哥有讲，他的诈欺的产值今年渴望达到1000亿，所以达到1000亿的时候，相对于这个诉讼费用，因为你做诈欺就会有风险，所以就会有诉讼费用。那这个诉讼费用呢？这个刚刚讲4亿，对不对？对，今年应该会破10亿啊。好，所以这个饼是很大的。对，那这个饼很大，你一定就会很好奇说，那为什么虽然它这个饼这么大，但这些人都在野法曹啊，他们都会希望能够秉持公平跟正义啊。但是我跟大家报告，因为这个利益实在是太庞大了哈。刚刚玉峰哥有提到那个郑鸿威诈骗集团哈，里面的成员在这个吸收下线的时候，曾经跟他们讲说，他们集团成员一个月收入可以多少？80万啊！一个月可以拿80万，月光是做刚刚他诈欺，下面这些小的就80万，就是郑鸿威是什么？是加盟主，下面是加盟店，加盟店一个月可以拿到80万啊！所以他们当时这些正大法兰帮的时候，在吸纳这个下线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价码哈。那你就说啊，我不太了解，那80万很高，那平常律师大概是多少钱哦？我跟大家报告，受雇律师目前一个月大概是5到7万呐。好，年轻的受雇律师，有的甚至案源都没有。对，所以呢，当他看到诈骗集团有这么高的收入的时候，他一定会怎么样被吸引过去？对啊，这太奇怪。你说一般可能5到7万，刚刚说如果做诈团律师可以到80万，那今天我如果是律师那种年轻律师，我没有案，我当然去啊。但我当然去的问题是什么？我出事，我的律师执照不是就被拔掉吗？没错，你的律师会不会拔掉？我觉得他们可能有评估过哈，因为诈欺你帮助诈团做洗钱、串证、这个灭证哈这一些行为哈，依照过去律师惩戒的案例来看哦，其实惩戒的力道都没有太重啊。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